Hello， 大家好，我是憨憨妈。之前有一期视频已经跟大家聊过小两口对于要宝宝这件事情应该如何考量，然后视频里面呢就有跟大家讲到过，有了宝宝之后会对夫妻关系有什么影响，所以今天的话就针对这个方面再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到底有了宝宝之后对于夫妻关系啊、生活啊，到底有什么影响呢？那第一个方面就是二人世界，完全是骤减。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没有小憨憨之前，我和憨憨爸两个人就是会经常出去吃喝玩乐。那有了小憨憨之后呢，我们两个单独出去玩的机会就特别少，经常都是等到晚上小憨憨睡着了之后，我们两个才偷溜出去吃东西、放风。尤其是有了小憨憨之后，我们两个是真的没有办法出去旅游。像以前的话，每年的话都会想说出去旅游个1-2趟，但是有了小憨憨之后的话，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出去，因为小憨还小，你没有办法带他出去长途旅行。那你总不能把小憨憨自己扔在家里给他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带，心里总是会放心不下。是因为如此才会导致了我和憨憨爸两个人的二人世界是完全的变少，两个人的自由度也是完全的降低。第二个就是夫妻矛盾的产生，像有了宝宝之后，大家都会把关注力放在了宝宝身上，大部分的家庭而言，肯定是妈妈会把大部分的精力都关注在了宝宝身上。那这时候作为另一半的丈夫，他们就会觉得妻子的关注力大部分都在孩子身上，不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像我那天问了憨憨爸，憨憨爸就觉得有了小憨憨之后，他的地位真的是低到了尘埃里面。但是其实作为妈妈的我而言，就是每次当憨憨爸下班回来，他真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小憨憨怎么样啊？他在睡觉吗？怎么样啊？好不好呀？他完全不会过问我在家带娃累不累啊之类的话题。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夫妻两个都会把关注力放在了宝宝身上，所以这样的话确实会对夫妻两个之间的感情有所影响。从带娃上自然还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像妈妈在家带娃都特别的累，那爸爸工作回来的之后有可能没有更多的精力去顾及到妈妈和宝宝，所以这时候妈妈的情绪就会特别的不好，就会觉得自己在家带娃那么辛苦，为什么你就上班回来了就也不帮忙？那爸爸就会觉得我上班也很辛苦，所以我没有精力去帮助你，帮助妈妈，就觉得只是在家带娃有什么累的。那夫妻两个就会因此产生了特别大的矛盾，然后双方都会觉得对方为什么不会体谅我，也不能帮我分担一些压力。那这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夫妻两个都要各自的体谅好对方。就比如妈妈跟爸爸去吐槽自己带娃有多累，为什么你不来帮忙的时候，爸爸就要及时的回应妈妈，无论你今天工作有多累，你都要体谅妈妈在家带娃是真的比你日常工作还要累的一件事。所以这时候作为爸爸的话，尽量要做到能帮助妈妈一些就多帮她分担一些带娃的压力。但这时候作为妈妈的话也要体谅爸爸在外面工作挺累的，他真的有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帮忙你分担。而且作为爸爸的话，他真的不像妈妈他天生与生俱来的那种带娃的能力，爸爸的带娃能力都是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培养过程中。所以有了宝宝之后，夫妻两个吵架的内容会从夫妻两个的感情问题上直接变到了都在宝宝的问题上。但其实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有了宝宝之后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精力去吵架。我和憨憨爸两个人就觉得有了小憨憨之后，我们两个吵架的次数是真的没有以前多。因为以前的话真的就是有闲情逸致就吵架，但是有了小憨憨之后呢，就从我而言出发，我真的觉得我没有什么精力去跟憨憨爸去吵架
啊、冷战啊。即使今天有什么生气的事情，有可能睡一觉就忘记了，有可能这是唯一的好处吧。当然，有了宝宝之后，对于夫妻两个的关系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大家都说孩子是夫妻两个之间的纽带，这句话真的就是有了宝宝之后体会就会非常的深刻。就即使我们两个结完婚之后，对于一家人的这种感觉就没有特别的强烈，但是有了小憨憨之后，就有种一家三口的感觉。尤其是无论我们两个去了哪里，都会想着一定要早点回家，想早点回家看到我们家的小憨憨，所以这种归宿感就会变得特别强烈。像我们家小憨这么可爱，当然会急着想要回去见我们家小憨憨咯，对不对？有了宝宝之后，真的是有好有坏，看两个人怎么去相处，怎么去解决发生的问题和矛盾。所有的生活其实都是在不断的磨合当中去度过的，不断的磨合才能让两个人之间的生活变得会更好一些。那当然，希望视频前的你们有了宝宝之后，依旧是一对幸福的小夫妻。好啦，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啦。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留言讨论哟。喜欢我的视频，欢迎关注与点赞。我们下期再见。